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动了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发射逾5000枚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并派员进入其南部领土，俘虏了多名以色列国防军将领。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随后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发誓对恐怖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报复。这是自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首次对外宣战。许多西方国家谴责哈马斯的暴力行为，并指责其实施恐怖主义，而穆斯林国家则指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剥夺巴勒斯坦自决权是导致局势升级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国家则呼吁缓和局势，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同时谴责哈马斯和以色列，称双方均犯下了战争罪。美国政府宣布支持以色列，派遣福特号航母及其战斗群前往地中海东部，并向以色列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和弹药。10月16日至2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以巴冲突举行了多次会议，对有关以巴冲突的4份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但均未获得通过。11月13日，以色列拒绝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声和示威浪潮，继续在加沙北部难民营对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进攻。据哈马斯方面统计，加沙地带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1500人，其中包括至少4710名儿童和3160名妇女，受伤人数超过29800人。约旦河西岸死亡196人，约2700人受伤。以色列政府方面数据显示，以方约有1200人死亡。截至11月17日，本轮冲突已造成双方1.28万人死亡。以巴冲突是深刻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深深影响了中东地区几代人的生活。很多人不禁要问，这块曾经流着奶与蜜的地方，现在为何染满鲜血？放眼历史长河，创造了犹太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长期和睦相处，但在最近的100年来，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始于19世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从公元前733年开始，犹太人就逐渐从以色列王国被驱逐出去，直至公元135年，罗马帝国的军队击败了犹太军队，从此犹太人失去了独立。此后，许许多多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试图返回。18世纪以后，有几次小型的回归潮，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潮始于1881年，散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开始回到巴勒斯坦及古犹太国之地。回来后，犹太人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并且定居下来。1896年，维也纳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他召集了第1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此后开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1904至1914年，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第2次回归的浪潮，约有4万名犹太人返回定居。第1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同盟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为敌。1915至1916年间，时任英国驻埃及高级官员亨利·麦克马洪与当时的汉治王国国王侯赛因进行了5次通信，达成了阿拉伯国家与协约国共同对奥斯曼作战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同意战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1916年9月，英国与法国达成了战后分割奥斯曼中东各省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此后的1917年，英国又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公开声明，
宣布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但英国保证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塞克斯皮科协定以及贝尔福宣言之间是互相矛盾的，这也为之后的中东问题埋下了隐患。1918年，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并于1923年瓦解。在此期间，阿拉伯部落之间纷争不断。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地区，包含今天的约旦和以巴地区。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2部分，约旦河东部由哈希姆家族实际管理，约旦河西部由英国控制。此时，这些地区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1%，与阿拉伯人和平混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掀起了第3和第4次回归潮。截至1931年，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7%。此后的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执政，掀起了第5次犹太人回归潮。直至1940年，犹太人已占总人口的30%。随着犹太居民比重从1922年的11%增长至1940年的30%。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为此，英国在1939年颁布了一份白皮书，规定1939年后的5年内，犹太人可再移民75000人，此后不再接受犹太移民。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这份白皮书为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此举违背了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也并没有就此平息，他们希望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受二战中犹太人被大屠杀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的回归，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越来越强烈。1944至1948年之间，约20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到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60万犹太居民，约占当地总人口的1/3。1947年，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努力受到挫败，英国政府决定从巴勒斯坦托管地脱身。因此，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以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通过了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再分为2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拥有大约55%和45%的领土。联合国将耶路撒冷置于其管理之下，以避免冲突。分治方案在已开发领土上大致采取照顾传统聚居点、按人口比例均分的原则，结果画出多块相互交错的领土。考虑到未来大量犹太难民的迁入，将南部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区内盖夫划给了犹太人。联大决议使当时实际只控制巴勒斯坦6%土地和仅占巴勒斯坦人口1/3的犹太人得到了56%的土地，而已经控制巴勒斯坦94%土地和占巴勒斯坦人口2/3的阿拉伯人仅得到43%的土地。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的当日，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接受了分治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联合国无权插手当地事务，不予接受，而作为托管国的英国则对决议表决弃权。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结束同一天，以色列国宣布正式成立，同时宣布在1947年分治方案划归它的领土内建立以色列国。阿拉伯裔与犹太裔之间当即爆发剧烈的敌对行动，引发了第1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建国促使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主动联合对以色列发起军事攻击，开始了以色列独立战争及第1次中东战争。双方在1949年达成一则停火协议，并划清暂时的边界，这条边界称为绿线。
此次战争导致9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并沦为难民。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不允许这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在接下来几年里，近85万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约有60万迁移到以色列，使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1年多后翻倍，由此开始超过阿拉伯人口。第一次中东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以及阿拉伯国家与美英之间的矛盾，从此中东战争与冲突不断。1956年，埃及宣布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引发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不满。以色列秘密与英法两国结盟，对埃及宣战，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战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作为三国盟友的美国也不满这次秘密行动，他们将英法的侵略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再次体现。英法以3个国家遭到联合国的谴责，以色列被迫从西奈半岛撤军。1967年5月，埃及驱逐了在加萨地带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并且封锁了以色列战略要地的地朗海峡。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又在以色列边界部署大量的军事武装。战争从6月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以色列击败了所有阿拉伯的军队。此次战争被称为第3次中东战争，又称6日战争。以色列一口气夺下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教的赎罪日当天，埃及和叙利亚等阿拉伯联军对以色列发起突袭攻势，分别攻击6年前在6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巴勒斯坦也派出部队支援阿拉伯联军，视为第4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苏联支持阿拉伯，美国支持以色列。尽管阿拉伯联军在战争初期成功打击了准备不足的以色列军队，但随着美军向以色列提供卫星侦察结果，主导制定战略，并紧急调遣美国空军 F-4鬼怪多用途战斗机，在涂改军徽后，由美国飞行员从美国本土起飞，经多次加油后飞抵以色列，作为以色列空军直接参战。埃及和叙利亚最终仍被以色列击退。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石油每月减产5%，并威胁将对美国彻底禁运。然而，美国总统尼克松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以色列22亿美元的军火。利比亚立即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由此导致了第1次石油危机。直至1978年，在美国的斡旋下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将西奈半岛还给埃及，石油危机才得以缓解，同时也结束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长达30年的冲突。埃及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此后，埃及持续远离苏联，并完全脱离其势力范围，转为倾向美国的独立外交政策。1982年6月，以色列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枪手枪击重伤后，出动陆海空部队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南半部，并卷入自从1975年以来一直进行的黎巴嫩内战。以色列的开战理由是为保护以色列在北方的定居点，当时定居点经常受到黎巴嫩的恐怖袭击。在建立了40公里的障碍区后，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前进，甚至攻下了首都贝鲁特。以色列军队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逐出了黎巴嫩，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基地转移到突尼斯，视为第5次中东战争。除了5次中东战争外，以阿间还爆发了多次非战争流血冲突。1972年夏季奥运会爆发了慕尼黑惨案，巴勒斯坦的武装民兵挟持以色列代表团的运动员作为人质，最后所有人质皆遭杀害。以色列对此展开了报复性行动，
组织情报特务局的特工在世界各地暗杀那些筹划慕尼黑惨案的幕后凶手。在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引燃了占领区域的一连串暴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采用游行、罢工、抵制煤以货物等方式，展开与以色列持续数年的对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当时设在突尼斯，哈马斯组织被认定为幕后策划。在那次起义中，巴勒斯坦人创造出以落后冷兵器向以色列示威的斗争方式，即以青少年在街头投掷石块、自制燃烧瓶与现代武装的军警对抗。这次起义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才结束。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奥斯陆秘密会面，并达成了和平协议。此后的9月13日，双方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根据该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得以建立。巴勒斯坦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撤军。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国，并承诺拒绝暴力。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同时，阿拉法特被允许返回巴勒斯坦。协议过渡期为5年，在此期间，双方计划在谈判解决剩下的问题，并达成永久协议。但在协议签署后2年，拉宾遭以色列右翼激进分子刺杀。其后，巴勒斯坦极端势力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街头冲突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奥斯陆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名存实亡。1996年，以色列总理大选中，右派的利库德集团候选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称，以色列要核实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履行的按照奥斯陆协议规定的防止武力的措施，进而创造和平过程的条件，来重建以色列的安全。内塔尼亚胡因此获得大选。当选后，内塔尼亚胡继续在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扩建以色列定居点。虽然在奥斯陆协议中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在居民点内进行建筑工程，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个做法违背了奥斯陆协议。奥斯陆协议规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停止武装斗争，而以色列则逐步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撤军。通过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人逐步自主管理以色列撤军后的地区。但是巴以双方都不满对方对于奥斯陆协议的执行效果。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5年中，双方因为冲突而死亡的人数相比此前甚至还在增加。经过几年不成功的谈判后，冲突于2000年9月再次爆发，成为第2次巴勒斯坦起义。事件升级为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的公开冲突，一直持续到2005年。冲突期间，以色列在西岸地区开始修建隔离墙。隔离墙全长708公里，接近围墙的缓冲地区减少了9.5%的西岸地区面积，并使巴勒斯坦居民的经济状况遭遇困难。围墙的建立遭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批评。不过，围墙确实有效地减少了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2005年，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将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撤出加沙。以色列及其最高法院正式宣布结束占领，称其无法有效控制加沙发生的事情。然而，联合国和许多国际机构仍然认为以色列是加沙地带的占领国，因为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的领空、领水，并控制着加沙地带的人员和货物流动。
2006年1月，巴勒斯坦进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赢得了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席。同年3月，由哈马斯组建的政府宣誓就职，总理为伊斯梅尔·哈尼亚。哈马斯是1987年在巴勒斯坦成立的一个宗教、政治、军事混合组织，在以色列占领区经常组织和策划反对以色列的示威和武装袭击，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哈马斯也与隶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法塔赫竞争。作为巴解两个最大的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为了领导权经常发生暴力冲突。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哈马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以巴冲突，他反对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相互承认书以及奥斯陆协议。法塔赫放弃使用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行为，并承认以色列寻求两国解决方案。哈马斯则继续鼓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并以此赢得了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选举，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2007年6月10日至15日，在加沙地带发生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矛盾集中在法塔赫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选举中失败后的权力斗争。这场战斗导致联合政府解散，巴勒斯坦领土事实上分为两个实体，巴解组织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和平谈判断断续续地一直在进行，但迄今尚未解决冲突。截至目前，双方都没有单一立场，双方也既有温和派，也有极端派，导致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以巴冲突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参与者之间根深蒂固且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强硬政治派别的单边战略和言论，加上平民之间的暴力和煽动，助长了相互的怨恨和敌意，以及对和平进程的信心丧失。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的支持非常大，而且由于其成员不断呼吁摧毁以色列，而暴力仍然是一种威胁，安全成为许多以色列人最关注的问题。以色列在西岸定居点的扩张，使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并不致力于达成协议，而是寻求对这片领土建立永久控制。未来任何的和平协议都需要双方同意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简而言之，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在此之前，冲突仍将继续。